泰宁2年（公元324年）秋7月，二次作乱的王敦死了。随后不多久，王敦党羽被一网打尽，王敦的尸体被摆成跪拜姿态于闹市口砍头。王敦的二次叛乱彻底宣告结束。战争虽然胜利了，然而摆在小皇帝晋明帝面前的困难却不比王敦作乱的时候少。王敦把持朝政期间为祸一时，刘琨被勒死在北国，祖逖抑郁而终于河南，志在北伐的周访被活活气死，北望中原的陶侃发放广州，首都建康被叛军攻破，长江上游的藩镇对京师依然有泰山压顶的威胁。此外，最要命的是，辅助先帝建立东晋帝国的琅琊王氏，如今已经是贵不可言。王氏子弟把持朝政的重要官职，改革必须要改革，这是明帝心中最强烈的呐喊。由此，一场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运动，在晋明帝司马绍的主持下开始了。王敦叛乱结束后，在东晋不算大版图上活跃着好几方的势力，分别是以司马氏为核心的皇权，以王导为代表的门阀世家，以西涧、苏峻为代表的流民军，以陶侃为代表的藩镇。有鉴于王敦的破坏力实在太大，因此明帝改革的第一刀率先砍到了藩镇军事积分身上。皇帝永远是孤家寡人，谁都可以依靠，但谁都不能过度信任。晋明帝司马绍能采用最好的策略，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拉拢众多角色进入自己阵营，然后全力打击仍在占据藩镇重要岗位的琅琊王氏。时机很快就来了。公元324年10月，为了加强晋朝中央的军政实力，削弱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晋明帝对重要方阵的人员进行了大幅度替换，重点清除王氏子弟。在王敦之乱中屡获战功的应瞻换下王家的王斌出任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在广州搬砖的陶侃换下王家的王叔调回长江，出任征西大将军，都督荆襄雍凉4州诸军事。被换下的王叔，明帝本来想把他扔到广州，眼不见心不烦，后来经过王导的从中斡旋，改任为镇守襄州，从此加在应瞻和陶侃的2人的监视之下，瑟瑟发抖。江南藩镇的轮岗搞完了，还有江北。王敦之乱当中，刘民军兄弟在保卫东晋首都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霞、苏峻2个流民帅对叛军的关键一击，显出了他们的绝对实力。这一点，满朝文武包括司马绍都看在了眼里。朝廷是第一次知道流民军的威猛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在父亲司马睿时代，由于北方沦陷的过于迅速，江南新秩序的建立有一波三折，从而导致朝廷长期无法与流民军达成某种程度的联合，致使互相不信任，双方各玩各的。如今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时机到来了，晋明帝司马绍借助战后分享胜利果实的契机，第一次把流民军真正意义上纳入朝廷的军事管辖体系。流民帅刘霞代替王家的王遂出任徐州刺史，兼淮北诸军事，镇守淮阴；苏峻出任溧阳内史，看守东晋帝国北面的西门。流民帅西涧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3州诸军事，镇守广陵，统一管理江北军务。最后，为了能有效拱卫建康首都，明帝还内举不避亲，在中央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任命自己的舅舅余亮为护军将军，任命老伙计温峤为前将军，将中央卫戍区也抓在了手里。至此为止，江南、江北和首都的军事改革基本宣告结束。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明帝作为东晋少数智商和手段都在线的帝王，他主导的这一波军区首长轮换可谓是一箭多雕，既把长江上游和淮南区域的军事大权从王家手里夺了出来，又利用各自阵营和立场的不同，有效地防止了各藩镇之间联合，即将疏离于朝廷的流民军重新拉回朝廷的军事指挥之下，又不动声色地把诸如温峤、西涧等自己的心腹火速提拔起来，安插在重要岗位。当晋明帝司马绍把地方和中央的军事改革全部波澜不惊地完成后，作为已经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的两晋系列观众们，我们就要得出一个关键的判断了。当明帝把江南江北各个藩镇的长官全部按照自己的意志轮换完，也就是将军队这个刀把子牢牢地握在手中，那么在军事改革之后就一定会进行政治改革。此时明帝政治改革的目的很明确也很唯一，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历史上看，由于我晋是窃取权柄、玩弄权术上台的，所以从我晋立国之初，皇权不振、门阀势大的问题就如影随形。因此，站在王敦之乱的废墟之上，司马绍最要紧的工作就是中央集权，加强皇权，让方方面面都听话些、老实些。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从门阀手里收回权力，明帝在政治改革的第一刀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王导身上。谁让你是当下最大的门阀领袖呢？谁让你的那些家族子弟、门生故吏曾经都位列中枢，掌握兵权呢？太宁2年10月，朝廷明升暗降，名义上给王导升官，令他升任太保，赏赐10亿3千户，卷9000匹，仍兼领司徒，并解锁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战败不明3件套。看似王导的位置和权威继续上升，但明帝毕竟比上一个元帝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明帝给王导升任太保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锁王导原先的职位。王导原来的职位是什么呢？大都督、扬州刺史，也就是说，原来在王导身上的大晋最高军事统帅和首都省长的职务被取消了。不过，琅琊王家毕竟是树大根深、呼风唤雨150余年的大门阀，光靠简单的职位调整，恐怕很难撼动他们，并且很有可能造成大大小小的门阀因此事而感到恐慌，甚至产生对皇权的敌视。为此，晋明帝再出一招，那就是在同一生态位上重新塑造一个新的顶级门阀，让这个新门阀与老牌王家打擂台。至此，东晋显赫一时的王于桓谢，排名在琅琊王氏之后的颍川于氏便乘风而起，扶摇直上了。余亮就是我们接下来故事的主角了。不过，先别着急看余亮，因为明帝手里的牌还没打完。在相继使出军事改革和架空权臣这两招之后，明帝又打出一张强本弱支，任命一些皇室宗室子弟和外戚势力来拱卫皇权，例如司马样、司马宗。太宁2年10月，在王导荣升太保的同时，宗室之中，司马样升任太尉，掌管全国国防事务；司马宗担任首都和禁军部队的左卫将军。于毅是先帝皇后的弟弟，算是外戚，担任右卫将军。司马宗、于毅2个皇帝的亲信，共同捍卫首都卫戍区的安全。至此为止，晋明帝司马绍借战争胜利的契机，3下5除2完成了大改革，剪除王室的影响力，控制了军队，稳定了朝政，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振奋时代。站在公元324年太宁2年年底，望着只有24、25岁、雄姿勃发、天纵之才的晋明帝，展望未来，或许真的让人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厉害了，我的晋！然而人事难逢开口笑，就在司马绍艰难地帮这个孱弱的国家走上正轨的时候，司马绍本人却要马上就不行了。公元325年太宁3年8月，当北方的前赵后赵第一次洛阳之战开打之时，在江南建康，皇帝司马绍重病不起，眼看着就要不行了。余亮很担心，也很着急。历来最高权力交接都会决定一部分人的生死，是继续站在权力的顶峰呼风唤雨，还是被无情地剔出核心圈子，有可能就在一夜之间。余亮字元归，颍川鄢陵人，也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代表之一。余亮长得非常帅，仪表堂堂，好看到什么程度呢？曾经有一次，余亮跟王敦谈事情，王敦为了能把眼前这个帅哥看得更仔细一些，不知不觉间就挪动了席子，一直挪到了余亮的面前。余亮还是玄学清谈的代表，言行举止皆严谨庄重，一举一动都要遵循礼法。当然了，比个人品德和才学更重要的是，余亮的妹妹余文君嫁给了晋明帝，所以按照辈分，他应该是明帝的大舅哥。余亮本人的成分应该是外戚和皇权的集合体。早在司马睿时代，余亮就备受重视，先后出任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务。明帝还没登基的时候，司马绍就已经与余亮结为布衣之交。当前余亮的职位是护军将军，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任用，位高而权重。就我见这些门阀吧，大家也都知道，你让他干个正经活，他们大概率干不明白，但你一说有机会夺权抢权，那一个个真的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余亮在抓权上也是一样的，在听到皇帝或有不测的风声之后，余亮决定铤而走险，他连夜闯进皇宫，强行面见连续多次拒绝接见大臣的明帝。至于怎么强行面见的，史书上没说，我也不好猜。痛哭流涕的表示悲伤之后，余亮便露出了此行来的目的：剪除宗室。他以宗室大臣司马宗可能作乱为由，希望皇帝
罢黜司马宗等人。无论明帝在亲征时多么勇敢，在夜袭敌军的时候多么英烈，在主持改革的时候多么睿智，如今他也只是一个日暮穷途的病人而已。面对余亮的小心思，明帝并未发作，但也没有答应，而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话题绕了出去。很快，明帝的最终时刻就到来了。8月19日，明帝作遗诏，任命太宰司马样、司徒王导、尚书令卞捆、护军将军余亮、领军将军陆业、丹阳尹温峤，连同风尘仆仆从广陵赶到健康的车骑将军西涧，共同为辅政大臣。面对不可预料的死亡，明帝表示得很豁达。他说：“人固有一死，古之圣贤都逃不过，更何况我呢？我前一段时间就感觉到了一些不舒服，只是没想到加重的这么快，忽然之间就要离你们而去了。希望诸位大臣用心辅佐幼主，藩镇统帅尽力捍卫边境，身后之事一切从简，不要浪费民力，大家戮力同心，为国血耻，我在地下也就没有遗憾了。”5天之后，8月24日，皇帝遗诏向朝野公布。8月25日，明帝驾崩于东堂，时年27岁。明帝的故事就这样匆匆地讲完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仿佛有些人天生就是带着使命来的。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司马绍的人生，做了3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是以弱胜强，带领全国打赢反动分子王敦；二是藩镇军事改革，减轻了长江上游对东晋朝廷的威胁；三是拨乱反正，加强中央集权，强本弱支。年仅20几岁的司马绍，每一项举措都是大手笔，每一个动作如果坚持做下来，都影响深远。只可惜啊，上天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也没有能给东晋一次破茧重生的机会。明帝驾崩了，新帝司马衍只有5岁。尽管明帝驾崩前仍尽心尽力设计辅政大臣名单，让宗室司马样为首领，门阀王导、余亮为政策骨干，功臣卞捆为监督，亲信温峤、西涧为保障，意图令各方之间尽力互相制约。但人死灯灭，人亡政息，明帝一去世，皇帝又是如此年幼，东晋很自然的就走上了主少国疑的老路子，外戚干政。200年前，东汉皇帝早夭，一个比一个年幼，直接催生了外戚干政的恶果。窦皇后娘家的窦宪，邓太后家里的邓芝，梁太后娘家的梁冀，还有非常熟知的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这不都是外戚当中权势滔天的代表吗？外戚干政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皇帝年幼，不能梳理政事，所以皇太后就必须出来辅佐小皇帝主持局面，也就是垂帘听政。又由于皇太后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信得过的、能利用的只有自己的娘家人，所以各种国舅爷就会得到火速提拔，娘家的各类子弟就会逐渐霸占各个重要岗位。至此，所谓的外戚干政也就形成了。明帝驾崩后6天，在百官连续3次联名上表奏请之下，9月初1，余太后接受群臣第4次请求，正式临朝称制。当天，帝国最高权力大集中，司徒王导录尚书事，又回到了核心位置。余亮则升任中书令，把持朝政大权。尽管王导和余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竞争，但是在压制皇权这一点上，俩人还是有很多默契的，还是有合作的可能的。毕竟俩人的底色都是门阀。这场调王导回中央的人事调整，意味着明帝用2、3年的时光，将琅琊王氏拆分了95%的局面，被余亮1秒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这也意味着余太后和余亮上台，令明帝辛辛苦苦安排的辅政格局及宗室门阀忠臣藩镇相互制约的局面宣告破产。看到余亮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抓权，说不定王导在背后要笑出声来。无论余亮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王导都愿意配合他剪除司马皇室的势力。主持国政的余亮很快就动了起来，他一上来先打司马宗，因为左卫将军司马宗手里有兵，而且司马宗还怒斥过余亮，俩人早就有过节。原来早在明帝昏迷期间，余亮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要面见皇帝，也曾经请求正在值班的左卫将军司马宗行个方便，结果却遭到司马宗毫不客气的拒绝。司马宗恶狠狠地斥责余亮说：“皇宫大门想开就开，国舅爷的面子也未免太大了。这皇宫是你余家的吗？”以往的局域和眼前的矛盾一叠加，余亮就没有理由不下手了。首先，余亮调虎离山，调任司马宗为骠骑将军，解了司马宗的部分兵权。不久之后，又有御史中丞上奏弹劾，称司马宗有谋反的迹象。余亮果断回应，
大笔一挥，派遣禁军部队去司马宗府上抓人。司马宗当然不服，与执法部门发生了冲突，结果是被当场斩杀。之后，司马宗的家族被剥夺宗室地位，改称马姓。司马宗的3个孩子全部被废为庶人。这还不算完，紧接着于亮又把这次打击扩大化，把司马宗的哥哥太宰司马样就地免职，又把右卫将军于印先调任大宗正，然后又贬谪到地方任职。于亮的这一套针对皇家宗室的组合拳，不是没人看明白，相反，这套破烂连招致使整个朝野都议论纷纷。大家认为司马宗是皇帝的近侄，司马样是3朝元老，而且还是先帝朝的太傅太保。于亮这么做，可不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而减削宗室吗？就连年幼的皇帝本人都感到有些奇怪。时年6岁的晋成帝司马衍问于亮：“舅舅，往日经常来看我的那个白头公怎么不见了？”于亮回答：“白头公司马宗谋反，已经被杀了。”年幼的成帝听完潸然泪下，说：“舅舅，你说人谋反就把人杀了，如果有一天别人也说你是贼，又该怎么办呢？”